就欢迎来到 Cookie 讲越南。后面就是河内夜市，今天是礼拜五，所以他们等一下会今天摆舞台，哎，很酷很酷。然后旁边呢还有那种就是观光巴士，如果你们想要来河内的话可以坐。这边有一个柜台，你就可以直接买了。就有些人在拍沙龙照。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用10分钟来了解越南。大家如果还没有看过河内夜市影片，可以去那里看一下哦。如果你来河内夜市这里啊，他们这个冰淇淋也是很有名的，可以来这边吃一下。好，首先呢，就是在这次的影片啊，有观众留言想要了解，就是河内跟胡志明西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呢就在这个漂亮的环建湖啊，河内最有名的环建湖旁边，和大家聊聊一下。那我们就以衣食住行娱乐来比较一下河内和胡志明西贡的不一样。嘛，我只能用4季来形容了。像我现在3月底，在这个时候，河内是非常舒服的。现在的温度大概是27、8度吧。晚一点的时候可能还会到25度。不能讲说这里有4季啦，只能讲这里很舒服。那可是胡志明西贡呢，它会潮湿一点点。食物呢，哇，食物这个东西可讲的就很多了。如果你们看过那个河粉的系列的话，可以感觉出来，其实单河粉就很多不一样了。像这里的三明治啊，是很忠诚的还原法国三明治的那些精髓啊。可是在胡志明西贡呢，他们就会增加了一些风味。你可以这样想象啊，就是在北越它会比较偏原味一点点，然后在南越的味道呢会比较丰富。当然，这跟越战也是有关系啊。越战的时候，美国人大部分在南越嘛，他那时候南越经济状况也会比北越来得好，所以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食物的丰富性自然就会比较多。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价钱啊。价钱，河内的平均售价会比胡志明便宜在15到20左右，这个有点出乎我意料。就来这里啊，我发现这里的食物普遍都比较便宜一点点。至于住的话，住我基本上分2块来讲。第一个是这里的古建筑物，河内的古建筑物真的很多。他们这里甚至有一个世界排名40几的5星级酒店，就是很贵很贵，一个晚上好像要3000块马币左右。河内是一个超过1000年历史的城市，所以当初规划路的时候就比较狭小一点点，也没有办法嘛。当初没有想到车会变这么多。河内就是这样啦，比较老的城市，就跟台北一样啦。当你城市越老啊，40、50年以上的时候，你就会很难做都市改建。那如果以 Grab 的费用来讲，我觉得河内这边也是便宜一个15到20% 左右。那胡志明就比较贵一点点啦。可是胡志明西贡的旅馆、酒店、饭店费用是高很多的，是高很多，大概至少高20% 以上。那衣食住行的话，其实我到现在还是很不能习惯的东西，就这里的摩托车真的很吵，真的很吵。关于行，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摩托车数量。胡志明西贡的人数大概是900万人，河内是800万人。可是他们的地理环境来讲，河内是比较小的。可是胡志明西贡900万人口呢，有850万辆摩托车。河内呢，800万人口里面大概有650万辆摩托车，就是这里就是塞摩托车是很正常的。然后我晚上有时候下班时间在外面的时候，恐怖啊！真的是越南市过马路都很难啊，你还要很有勇气啊！你们可以看这边，你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建筑物都是蛮有历史感的。然后在湖边，娱乐呢，这2个其实我是很想在很多影片讲。你可以把河内想象成是北京，然后胡志明西贡想象成是上海，一个是政治中心，然后一个是娱乐中心或者商业中心。所以当你是这样子的时候呢，河内就不可能有太多就是暗黑的行程。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讲说河内很多暗黑。以上就是基本上河内还有胡志明的不一样。那接下来还有让你了解一下整个越南，就是今天的影片整个重点。我看到我的 Mini Cooper 啊，完掉了，orange色的 Mini Cooper。没有想到这里有 Mini Cooper 这里开车真的会很辛苦。好，先讲一下越南。第一个，越南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可是它是很有名的，就是越南的腰豆出口量啊，是世界腰豆出口占比将近80%。其实我本来也不知道，我是后来才知道的。那另外第2个呢，就是咖啡。
啊，越南咖啡大家应该都知道嘛，世界上生产最多咖啡的就是巴西啦，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第2名就是越南。那第3个呢，就是大米。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渔产。越南是一个海岸线非常非常长的，你不能说它渔产丰富性很高，这肯定是没有的。毕竟它的温度啊，海水的温度不会有太多丰富性的渔产，可是它够长，水量就够大。但你从上面几样东西看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越南好像还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可是这又不对啦啊！根据2019年的资料显示啊，因为2020年就疫情嘛，2021年也在疫情一半嘛，然后2022年在复苏嘛，所以我们拿2019年的数据来看，越南的服务业呢，在2019年大概占比是41%，然后工业呢，制造业呢，大概占比31%，所以疫情啊，真的伤害了泰国、越南这些东南亚国家非常非常多。讲到工业，很多人认为啊，越南不是很多，有一些人呐、就是吃饱没事做的、会讲说，越南会取代中国成为新的制造业大国。我每次听到这个，我就很想笑。不是讲说越南不行，而是短时间内15年、20年内很难。第一个人才嘛，你要制造业，你要制造什么？成衣门槛比较低，可是现在的成衣技术门槛越来越高了，所以就更不要想一些高科技产业了。人才的培养没有这么容易啊，包括像马来西亚，我一直觉得我们要发展就是科技产业啊，很难。马来西亚的组装其实在世界也是排名有名，好像是排名第5吧。我以前做过影片，为什么一直上不去，只能在组装这里来做？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教育。教育是需要很大的投资，实现回本很慢。你要教育一个人，你要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然后还要给他经验，所以可能是10年以上的投资。中国的教育其实做得很好，可是他们也是从90年代开始做，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在2010年之后突然大爆发，在很多高科技上面。所以讲回来，就算 RCEP 签订之后啊，越南要变成生产大国啊，或者科技大国啊，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可是好处是这里的人均中位数啊，就年龄中位数是25岁，31岁，所以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啊。然后男女比例呢，将近1比1，就是1比0.98。整体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年龄啊。你可以想象一下，日本是一个老年化城市嘛，它的人年龄的中位数是46岁，越南是31岁，所以呀，越南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而且人口又多，9800多万人，是非常有未来的啦。我可以相信河内或者说越南或者说胡志明西贡是很有未来的一个城市跟国家，但需要10几年啊，没有这么快。虽然他们工业化还有制造业发展很快，可是最重要的人才是还没有形成的啊，所以没有这么快可以取代中国了，真的没有这么快啊。那大概是这样子啦，就是如果还有人在跟你讲说越南会取代中国成为生产大国，你就跟他呵呵笑一下就好了，不要跟他解释这么多。因为你要成为生产大国，最重要的不是薪资便宜，而是教育。教育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投资。好，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这里了。好，这个就是环建湖。希望你今天看完这个影片之后，会对越南有了解，或者说对胡志明还有河内有了解。这是一个我感觉没有什么观看的影片，可是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要做一下，因为半年前答应网友要做了嘛，那半年后就做给大家啊。我相信我短时间应该不会再来越南的，短时间可能就是3、5年内了。所以，希望大家对越南会有好印象。我对越南印象还是蛮好的。OK， 那今天影片到这里就这样。喜欢这个影片在 YouTube 看到记得点赞、订阅之后打开小铃铛，在 Facebook 看到之后帮忙分享出去。OK，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boom。